好了，兄弟们好，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今天我们就来和兄弟们一起分享啊。说到这只，那么9月份刚刚万代又再版的这只龙珠 SHF 啊，沙鲁的第一阶段形态。这只9月再版以后啊，那么价格是一路的下跌啊，直接低到一个可以说是券后2战的一个价格了啊。我也是忍不住了啊，那么到这个价格的话，那么肯定是性价比非常之高了啊。那么虽然它和一个人形啊，这个相去有那么一点甚远啊，不太属于那个我非常中意的或者说是觉得很帅的那个类型啊。那么好在是在整一个偏怪物的这个角色里面，那么沙鲁的特别是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形态相对还是有点帅气的啊。那么特别是如果我认为后面如果说是出第2阶，那么还有完美形态啊，如果说有机会，那么也是可以去收入啊。然后第2形态的话，虽然丑了点啊，但是它比较壮硕的一个感觉，那么也是我喜欢的啊。所以说是目前这个价格的话，也不多考虑了啊，直接收入了啊。那么然后这期视频主要就是想给这个考虑收入啊、还没收入或者是刚刚收入的兄弟们啊，那么去分享，然后总结一下优缺点，然后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个问题啊，希望对大家是有所帮助啊。那么配件等等这些就不多去赘述了啊，可以去翻看之前其他 UP 主的视频啊。那么这期就主要讲一下所有的一个优缺点，还有这次的一个特别的情况啊。那么最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包装盒啊，首先是一个代理版啊，银底黑猫。然后八角尖尖啊，是一个越南产的啊，兴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啊。然后这个开盒，那么我的第一件事情啊，那么就是我一看这个脚底板，兄弟们可以发现竟然是4个点，那不是一个初版吗？啊，所以这次这个再版我产生了疑问了，这次这个再版是什么一个情况啊？是因为再版然后又有剩货把它拿出来，又再贩售一波吗？但是我觉得，这个跟商家肯定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肯定不可能是商家一直放到现在，然后有低价处理。然后看这个包装盒等等的一个崭新程度啊，也不太像是这种操作啊。那么如果是再版，应该是脚底应该是3个点啊。所以说是我觉得，那么有可能有2个原因啊，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再版，然后这个但是印刷出这个脚底这个没有给它改成3个点啊，这个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2个情况还有可能就是真的是出版，然后一直堆积在这个代理商啊这个源头那边可能啊，然后这次趁着再版又给这个出版的剩下的一批那么进行了这个给到这个商家啊。那么我是觉得有这2种可能啊。那么然后就是想询问这个兄弟们，这个你们有这个近期买的这个再版啊，那么你们的这个脚底下是几个点啊？如果有3个点的，麻烦这个可以截图啊，放在评论区给兄弟们一起这个分享啊。这个让我是充满了疑惑啊。好，那么我们如果就把它当做是一个4个点的这个真正的出版啊，那么这种看来的话，对再版的话，一些关节把持力度等等的可能就不能这个作为这个再版了，然后来说到了啊。那么不知道再版如何？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出版的话，存在哪些优点和缺点？那么首先是这个，那么整体这个沙鲁第一阶段这个造型，可以看到核心部分那是非常的短啊，也比较小，然后4肢非常的修长，这个是它的一个沙鲁第一阶的外形特点啊。那么然后看到整体的一个昆虫特征的一个结构翅膀、尾巴，还有这个嘴啊、裆部啊这些地方，那么这还有头盖骨的这些形状，那么等等这些地方就充斥着一些这个美系的这个科幻片啊，包括像70、80年代这个异形啊等等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啊。那么所以说是鸟山明的这个龙珠啊，其中的魅力啊，那么是充斥了多方位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啊。那么当然有我们中国啊，也有日本元素，也有这个西方的一些元素啊，有科幻，有机械，有这个载具啊等等，包括城市的房屋构建筑啊等等的一个元素。所以说是能称之为经典的动漫，那么必然是有诸多的元素啊，有诸多的这个文化交融，包括这些特点在里面啊。这些充斥着美系结构的一些特点就不多赘述了。那么从玩具方面来看啊，首先是这个
这一只啊，它就是一个出版的话啊，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关节的一个松紧程度啊是有些品控问题啊，有一些品控问题。那么首先是我的这边的一个手腕可以看到啊，有一些松动，有一些矿亮，然后你看很松，这边就不存在问题，阻尼度非常的好啊。那么这边这个手腕球关的根部头啊，那么是松的啊，可以看到也有一些轻微的矿亮啊。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问题啊。那么然后就到这个脚腕，脚腕这边可以看到没有问题，紧实度很好，然后拔出，然后安回去的时候，咔一声非常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就松了，然后安回去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清脆的卡顿只有咕噜一下那么这个就是可能是越南产的存在一个问题那么这只的话，如果出版的话就是23年对吧？23年出的那个时候确实在关节设计层面比起现在，比如说新的大模系列，包括后面3.0的一个龙珠 SHF 的话，这款的话，那么确实你可以看到一些前2年的一个这个龙珠 SHF 的一个设计理念和一个关节的一个还不是非常的那么厉害的一个时候的一个感觉那么然后转动翅膀的咯吱声翅膀是我这只是不容易掉的你稍微用力的拔它也不会掉就是咯吱声那么当然这个没有太大问题，总比这个松然后掉要好那么然后就是它的一个尾巴尾巴的话不是太好调整，它的这个前面的黑色和这个背面的这个身体的斑点的这个两边在那么有3节这个腕线还有翻折的一个球关那么是可以调整出一些形态但是是相对受限的不是所有形态都能摆出因为你要考虑它的一个正反面的穿帮问题那么然后如果说是要换这段这段换成吸盘吸盘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要拔出，有可能会出这头那么如果说你把它摁着也可以所以说是这个因为材质相较于是有一点点偏软，不是非常硬，所以这个是可以控制可以调节的一个地方不是大问题如果说是每次拔出这头出不来，只有根部这头出来，那问题就大了那么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它的整一个的腰腹关节首先是胸部这一段基本没有什么可动它是一个像个盖子一样盖在这儿，然后腰段腰这个位置可动，有一定可动，但是偏松偏松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大转子这边也是稍微偏松，然后也是有咯吱声很明显的咯吱声然后手肘偏松，但是还可以不算很松阻尼度也还行然后就是它的一个蝴蝶关的一个肩部拉出关节不能叫蝴蝶关，就只能叫肩部的拉出关节可以看到做的也是很紧，然后拉出的话最多就是到这个位置那么然后你看到这边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外露还有等等的这个单是一个球关插在这里，然后把它拉出来的这个设计，那么放到今天来说3.0时代的话，那么也是肯定是一个比较过时的一个设计了然后这种单球关那么单的这种有点像双球哑铃的这种，那么你可以调节它的一个溜肩耸肩的一个位置来控制这个视觉上就是给你感觉这个手有多长过膝盖多少，或者说是刚刚到膝盖的这种长度的一个造型视觉的感觉那么然后最后一个点就是这个膝盖甲和这个肘关节的角都是可以拔出的那么我的整个是左膝盖的这个相对松一点，没有明显的一个卡进去的卡顿感那么其他3个还可以，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这种设计就是可以随便拔随便插的这种设计不会放到这个单代的这个 SHF 设计里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过时的一个设计那么然后整体沙鲁低阶 SHF 的问题就是这些了
那么最大的一个优点的话，就是这个身形的这个还原啊，就像我说的这种感觉啊，短小精干的核心和修长的四肢，然后包括这个身上的这些小坑洼，还有这个黑色涂砖的一个刻画，那么就是这款最大的一个优点了啊，整体给你呈现出来的，该削光的地方还有该稍亮一些的地方，这个也是有一些体现啊。那么整体的这个拿在手上的手感，然后观看上去肉眼看上去的一个质感都还不错，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那么缺点就是关节啊，确实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代表了啊。然后品控啊，这个关节品控参差啊，每个关节的这个松紧程度的这个调教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了啊。那么最后进行一个身高的对比，还有就是购买建议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性价比啊，在25年啊，你想购买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龙珠 SHF， 那么这款也是你的一个选择啊。那么但是今年龙珠 SHF 性价比最高的一只啊，那么就是这只啊，大魔的成年体型的比克啊。这个我想在25年的龙珠 SHF 最佳性价比里面的第1名应该就是这款比克了啊。那么这种偏近于 3.0 的这个整体设计和一个手感啊，用料手感，那么已经是不同时代的一个代表了啊。那么再拿出这个卡普空的金刚狼做一个身高对比啊。整体的身高如果说是算上这个脚尖的话那么来到一个19厘米的样子啊。如果不算脚尖的话，那么也就是一个常规的16.5厘米的这种样子啊。OK， 那么这次再版的这个杀戮1阶的这些总结和购买建议的话就和兄弟们分享到这里。好的，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下期再见。